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刘，24岁，来自合肥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杨，22岁，来自广东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，广东合北，离着老远的，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是玩网络游戏，互相加了好友，就是聊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吧。觉得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，后来我就放下了北京的工作，我就直接去那个深圳去那边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啊，然后在那边陪着她。然后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候，我就想着以后我要娶她，然后来我们家这边买房什么的，肯定以后要来这边。然后我们就回到这边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对你好吗？以前是挺好的，以前是挺好，但是自从我来到北京以后，就感觉他变了。怎么会说他变了呢？我一个人啊，跟着他来到了北京，那时候已经跟我家里闹翻了，打翻了是吧？对，后来因为我们就是在这边来了之后，也有快有1年的时间了啊，但是在这1年就变化真的特别的大。啊，谁的变化大？他的变化特别大，现在他也变，你也变了。对，哦。有一天就是我就是喝了点酒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2、3点，确实有点晚了，我也知道。然后他就起来问我这问我那的，直接就给了我2巴掌，打哪？那也是事出有因的。那之前啊，他有一天晚上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会晚点回来，让我自己在家。然后我说，我跟你一起去呗。然后他就不乐意。那是我的那个朋友，你们根本就不认识，你为什么也要去啊？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他。对，你从深圳给人带来，你就是人家无亲无故无有的，你去喝酒，你带着人家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因为当时是我的朋友。你的朋友不就是他的朋友吗？对，因为参加聚会，然后当时就是也有我前女友也在场。不是前女友，他也不告诉我他跟前女友。不是前女友在场，不是更应该带去炫耀一下了？说你看我现在很幸福吗？这常理是这样是吧？不能啊！如果他的为什么不能？就是超级大的。哦，脾气特别大。如果我要是把他带过去了，肯定就是直接就吵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对，当时我就没有带他。啊。所以他打了你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就直接。那我是看到他跟他前女友那个聊天挺暧昧的，当时我挺生气的嘛，然后我就把他叫起来问问，他当时也反正就没有好脾气，然后就吼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生气，然后我就拽起来问的，不是叫我起来问的。我当时喝了那么多酒，我也挺难受的。回到家之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了。然后躺那的时候，他就过来问我，然后进我房间啊，然后问我说那是聊天记录怎么回事？我当时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的，他硬要让我解释啊。这聊天记录有什么呀？他前女友说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嘛，然后我看看前面的，就我，然后跟他吵架什么，他都跟他前女友倾诉，完了还说我还不如他前女友。哦，所以你打了他是吧？对，谁见着谁都生气啊。因此你就提出分手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啊，我问问是这一点的，我问问他行吗？这个上面说你无业呀。那是他后来不让我上班了。啊？为什么不上班啊？对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在深圳的时候也承诺过他，我说那个你来到北京之后呢，我自己一个人工作，然后你就在家休息。然后后来他就说在家没意思，后来我给他找了一个服装销售的工作，干了大概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。然后他就总是回家跟我喊累。然后那个工作确实也挺累的，然后就说那你回家吧，我一个人就是说来维持咱们俩的生活。那就是你主外，他主内。对，我就想就是我都由我来负责嘛，然后你在家里把家务做好就可以。做得怎么样？就连自己的床他都不收拾。就是有一次我下班回家了，去他房间去看的时候，他那个吃的零食一大堆，薯片、垃圾，就是那些东西都在床边上，甚至牛奶都在那都已经有发味儿了，都已经臭了。他都不去拿去洗，他根本就不做的。家务你也不做？有时候有做。谁做饭？他做。他从来不会做饭。我不会做饭。挺累是吧？对，白天忙工作，晚上忙家务。对。这个你到了北京之后，他的朋友都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一个都没带你见？他没带我见。为啥？因为我们就是从深圳那边过来之后，就忙于工作，也没有说太多的钱，我也很少跟朋友说出去的，机会要少一些。他的同事你见过吗？见过一个女的，那还是我自己见的。她不是做那保险的嘛，经常就出去摆一些展桌啥的，然后经常就是2个人一组。有一段时间吧，他就往外带2个便当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便当给谁带的呀？然后他说给我搭档啊，然后是一个男孩。然后当时我也没有多想，就是有一次吧，他就在我家附近，然后摆那个展桌，
然后我就想挺近的，我去瞅一瞅，然后我就看见他跟一个女生有说有笑的，就是他那所谓的搭档。平时也就是说他带的那些便当都是给那女生带的。然后我走前去看，然后那女生呢就还给他擦汗来着。我当时我可生气，我就过去，我就说那女孩2句，然后他就让我滚。他那根本就不是说2句的事，上去就给人家一顿骂，然后我的客户还在身边呢，那你以后让我在公司怎么做呀？那你骗我在先呀？是我承认我当时骗了你这个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脾气那样，你自己也知道。如果我跟他说了是一个女孩的话，他肯定会跑到公司，然后让领导给我换一个搭档。我脾气以前就这样，在深圳的时候也是这样。那时候你都能迁就我，现在就不可以了，就因为一个女同事你就让我滚。那我现在没有迁就你吗？我一直就是整天在外面忙工作，回到家里还要给你洗衣服，给你做饭。就是有一次这样，我们去商场里去逛逛，看见旁边一个女孩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开玩笑的，说那姑娘挺漂亮。然后她倒好，生气了，直接就甩手就走人，然后把我手机号也拉黑了。那是他当着我的面夸别的女生，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？但是你生气，你至于就直接一晚上不回来，把我手机拉黑，然后微信也拉黑，然后一晚上我找不到你人吗？那我就想气气你啊！哎，你去哪儿了？这北京人生地不熟的。我就随便租了个宾馆住了1晚。对，我找了他1晚上也没有找到他。哦，等于现在你的生活靠他养，是不是？就是他要挣钱，他要做家务，他养你，是这意思吧？这是他当时承诺过的。你在深圳的时候工作吗？工作。那你后悔来北京吗？后悔。这个你来北京有多久了？1年。这1年听起来像关了一个金丝雀在家里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没有朋友吧？没有同事。对，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就是吃啊玩啊。你还对，这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？你给人带来的吗？对，我当时真的就是特别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同事为什么要给同事带便当？因为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午的时候，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吃饭的。对。然后带一个便当，如果给我自己带了的话，就是说他总不能在边上看着我吃，顺便就多带了一个而已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的。行，他现在提出分手是吧？要分手。你什么意见？我当然不想分手啊，因为我跟他来到北京，然后也跟我父母闹翻了嘛。我现在都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。再说他以前对我也挺好的，在深圳真的是对我百依百顺。我脾气差，然后他也包容我、忍让我。我之前我就是处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，然后就是挺缺少那种温暖的，刚好他是可以给我那种温暖，然后我就认定他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现在你还这么想吗？是啊，但是他现在就想跟我分手。所以我问你，你现在还这么想吗？他是一个值得你托付一辈子的人。只要他不跟那些女生搞暧昧。只要他不跟那些女生搞暧昧，你还可以接受他是吧？你是觉得他委屈没搞暧昧是吧？对，他无理取闹，对不对？那我都看见了。唉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好好帮帮这女孩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试想一下，刚才男孩在讲所有的这些你现在的苦楚的时候，我在回想15、16年前，如果我的太太在家里，不好意思啊，跟此刻你的女朋友一样，在家里不太打扫房间呐，不会做饭呐，就天天呢对我呢各种的一指禅啊，我一回家就给我一指禅的话，我不太可能忍受15年的光景，因为我觉得快乐，我才会继续；我觉得幸福，我才会去维系。我当然很佩服你们爱的勇气。我想问一下女孩，你知道，无论是在深圳还是来北京这1年多，你最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吗？就是他跟别的女生搞暧昧。哥哥从过来人的角度跟你说2句，我觉得你的根源，你的痛苦的根源，包括他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？是你们现在2个人都没有一个稳定而且稳中有升的经济来源。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，这个痛苦将会伴随一生，而且你们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升级，直到此刻，男孩说：“我受不了你了。”因为都想过好日子吗？你不想过好日子吗？
你刚才跟川哥说，只要他不跟别的女孩在一起，我就愿意托付终身。我觉得你那个想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好多的女孩对爱情的这种观点啊，会如此简单和草率到这个程度。难道你托付终身、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的前提，就是他跟别的女孩没有暧昧了吗？那你们如果生活中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话，那你们喝西北风啊？你不能一味的在家呀，你才22岁呀。男孩也是一样，当初许给女孩一个未来，把她从深圳带到北京来，那你除了白天在外面打拼事业，晚上回家做饭、打扫房间之外，你有没有冷静下来的想一想，这些你是支撑不了多久的。所以你要改变，你要沟通，你要琢磨，你要规划，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跟这个妹子之间走得更远，你要坐下来跟她聊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跟她说，你不能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就没有未来喽。我不能白天在外面很辛苦，晚上回家又很痛苦。你必须要改变，你甚至还要为了他去，其实他还年纪小，或者他不太了解北京，不熟悉的话，那你是北方人呢，你又有工作的经历，你去帮他去做一些规划，比如说给他报一些补习班呐，去给他引荐一些北京的朋友和圈子啊，不要把他完全封闭在一个小房子里。再好的人，1年啊，在一个小房子里，只守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的话，都会崩溃的。所以你们两个之间的根源就是你们现在的能力，你们没有稳定的而且持续有声的经济来源，这是你们痛苦的根源。要想获得幸福，要想获得长久的粮票和人身保险，不要看男朋友是卖保险的，但是保险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你要有自己的工作，换句话说，你要自己试着去养活自己，否则你永远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好不好？男孩加油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来，徐总。我们唱歌啊，通常有的时候呢，如果起调高了，你后面就唱不下去了。而这个人的唱歌好坏呢，你不能听他一开始，你得听完一首歌，因为恰恰一开始好唱，最难唱的是副歌部分。有人可能声音上不去，但偏偏有的女孩在你唱前2段的时候就。立起来，你行动起来，证明给我们看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在北京的那半年，姑娘，你认为你是他的什么？情侣。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他的爱人是吗？你见过哪个爱人只会坐享其成不干活的？在我看来，那半年你不是他的爱人，你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公主，是吧？成天不干活嘛，好吃懒做嘛。但公主不是那样的，
其实所有的公主内心都渴望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女人。如果一个人跟你许下誓言说，愿意每天捧着你，那就是撒谎。你让一个人永远捧着你，仰视你，难免有一天他会累，会心生抱怨。到那个时候，被冷落的滋味就更不好受了。你明白吗？你老师刚才最后说他许下了他的诺言，诺言的诺和誓言的誓都是有口无心的。许下诺言的时候都是真心，要履行诺言的时候多半都会忘记的。更何况他的这个诺言本身就不合逻辑，哪有一个男人永远养一个女人的道理呢？你还真把它当真了。你在最开始说让他不要上班，你养他的时候是发自真心的，对吧？我也相信。你本以为你养着他的意思是指我在外面养家，你在家里持家，我们互相配合，你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，而我在外面挣钱负责任，是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你在外面累得累死，他在家里闲得闲死，为什么？每次在参加婚礼的时候，只要新郎说那句话，说我负责挣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我爱你，我养你。我每次主持婚礼的时候，或者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听到这样的爱情宣言，我内心就觉得荒唐透顶。怎么可能嘛？一个男人在外面奋斗挣钱养家，回来之后把军功章挂在你脖子上，说也有你的一半。你长此以往下去，男人就会觉得不公平嘛？怎么老是我一个人累呢？而女人也会觉得不安全嘛？因为我老是挣不到钱嘛。其实宠一个人很容易，你往外掏就可以了。但是要爱一个人却很难。真正爱一个人是怎样的？真正爱一个人，是隐藏着自己内心的担心，而看着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。隐藏着自己内心的喜悦，还要对他严格要求，这叫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只是一个男人在外面奋斗，女人永远在家坐享其成，总有一天的结果就会像你们今天这样，男人暗度陈仓，女人红杏出墙，这就是必然的结果。如果一个男人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记着，他愿意背着你往前走，你只要坐在他的背上，那么这个男人要么是对你有愧疚，要么就是一时新鲜，但绝不是真爱。但如果一个女人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让男人背着她跑，要么就是懒，要么就是傲娇，也绝不是真情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不是把他宠成废物，是带着他一起奔跑。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就这样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猫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是也是非常爱你的，但是发现你一直以来就是在这1年半根本就没有对我做出任何改变。但是我为你做的改变太多了，不会做饭我愿意为你做饭，但是你连一点就是家里的任何你都不管。我想如果你我可以改的，我也会去找工作，不让你一个人那么辛苦。如果你真的愿意能改的话，我想我们还有可能，但是1年半了，你真的一点改变都没有。我以后可以改的。好，谢谢2位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
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其实我真的是那些年一直爱他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以后我们要好好的，然后把我们两个生活变得越来越有乐趣，不要在那里吵架。然后希望你脾气也会慢慢的变好一些，我也不强求你现在就变得有多好。我们以后好好的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最后娶你。把我抱紧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，互相确定日期，拉长幸福距离，来填满回忆。在爱里等着你，未来好好的。来吧，请亮灯啊！在爱里全是你。来，拿着这个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。也许是不经意。